大家好，我是高妈。然后今天来说，日本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千万不要买，千万豪宅一下雨连大便都大不成，是怎么回事哦？先介绍一下日本的五藏小山，这是一个新开发的新城，那是这个大型的地产开发商叫做 Teperoba， 他在这几年开发这个五藏小山的地方，神奈川县川崎市。有点像是第二个郊外的新城哦，那而且它是大的车站，所以它到新宿或到品川啊，或者到这个涩谷，都1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。那除了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之外呢，还有几个大型的购物中心，因为它是地产商去开发的嘛，所以除了建起了这个所谓的台湾曼雄大型的这个住宅区哦，都是3、4层楼高的大楼，这个大型的大楼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 shopping mall， 等于说你的城镇里面，你可能不用5分钟，你就可以到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去购买或买东西哦，那所以生活机能是相当的好。当然还有这所谓的商店街，治安非常的好，因为是新开发的地区，所以搬来这边住大概是20、30或40这个年轻人或一家几口都是携家带眷的来，那可能在路上可以常常看到就是推着婴儿车在走的人，它交通便利。那像它有几条主要支线都有通过，是 JR 线、南武线，还有横须贺线、湘南新宿线，所以它到新宿也是一条线就可以到9分，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如果到东京上班的话，住在这里真的是不会花太多通勤时间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方便哦。那也不会那么通勤时间不会那么痛苦，自然它的人气就水涨船高。还有它有都市的大自然，因为它是在河岸边，位于多摩川旁边，所以你看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，就是充满了绿盎然的大自然，然后又有方便的 shopping mall。那五藏小山呢，它最出名就是所谓的台湾曼雄，因为台湾曼雄在日本最近这几年是非常非常受欢迎，都是3、40层以上的这种大型的住宅大楼。那会受欢迎原因其实就是第一个，它是中产阶级的象征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年收可能几千万的人，他可能有一些钱，他就会住这所谓这种台湾曼雄。那是一个身份地位象征，那他住的楼层越高，当然是收入越好的人，他楼层越高也当然是越贵的楼。然后第二点是它安全，因为他们下面通常这种台湾曼雄下面都会有那种concierge柜台人员在帮你收货啊，或者是收些有的没的，非常的安全哦。然后第三点是台湾曼雄它的周边都有很多大型的购物中心或卖场，或者是高级的超市，所以等于说非常非常方便。那除了台湾曼雄，还有一个最吸引人的，就是你讲完的那我看完都觉得我超想买。第一个，它下面的设备非常的好，它可能大楼里面有健身房、KTV、电影院，还有客人的房间。等于说客人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像这样的房间，但是如果你朋友也要来这边住，那因为住在你可能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他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管理室说我朋友要住这里，然后就给他这样的房间。他是在这个大楼里面，那可能只要付500、1000块这样子一个晚上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就是房间就很美，还有儿童玩乐中心，对，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让小孩玩，然后有一些防撞的设备。那接下来还有就是个人读书室、会议室，对，所以它真的是好到让你觉得哇，太方便了，就它的设备还有所谓的大浴池、温泉设备的感觉，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精美。那当然价格也是不便宜。那甚至我看过一些台湾曼雄下面就是一个购物中心，等于说你只要坐电梯下去，你就可以去 shopping 了。所以这几年台湾曼雄真的在日本非常的受欢迎。那加上五藏小山，它离都心又很方便，然后它的地价又比那些高级的整都内的台湾曼雄又便宜，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哦。就等于说大家都想要住这里，而且曾经列为关东区人气想要住的那个排行榜的人气第一层，这个神话却被2019年一个台风给打破。那是什么样的情形？就是2019年的10月份的时候，19号台风造成五藏小山地区一带大规模的灌水就是进水的意思，淹水。那动辄几千万的台湾曼雄竟然一淹水就电梯没有办法坐，那家里全部都断电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连厕所都上不了。等于说你想要去大便，在家里大便，你的厕所不能大便这种情况。你要知道，这种曼雄都是40多层，等于说你要出去还非常麻烦。要是没有电梯的话，你要爬40层嘛，你下楼梯也好，上楼梯40层的，如果有小孩，你爬看，真的不可能。那你可以看到那时候
候他们进水的时候，这些居民在这边清扫的状况真的是太过悲惨哦。你要知道，这些人都是花了几千万在买到这个房子，就一淹水是悲哀的。东京23区呢，有400栋以上的タワーマンション，加上那个神奈川县、埼玉县、千叶县的。加上首都总共有700栋以上，那主要集中在港区和江东区。那为什么它一淹水，这个五站小山这边一淹水，它就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功能？根本上，因为它的配电措施是在地下室，那它的所有的一些，比如说排水系统也是桌牙式，所以一淹水，它整个水就卡在那里，就是出不去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变成说。他们不仅是水没有办法打开，没有电，没有水，甚至厕所也没有办法上。日本有一种叫做hazard map， 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些天灾来临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去哪里逃到哪里，然后第二点就是它会显示这是你这个地区的一个淹水的状况，还会标示淹几米深。那这次那时候2019年的19号台风真的是。淹水淹得太厉害，就是因为它隔壁就是河川，因为它就位于多摩川的旁边，所以一淹水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那以至于连哈扎多马普它看起来是没有淹水地区都淹水了。哈扎多马普其实日本的这个各县市一定都有这个哈扎多马普，因为它是一个防灾，因为日本天灾非常多，它是防灾的基本。淹水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旁边的河水泛滥的话呢，这个水会淹到哪边，然后会淹多高？所以在日本，如果你有真心要买房子，建议你真的要去看一下哈扎东马普，判断这个地方会不会淹水的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你的那个家附近那个地名还有那个站名，一定要看看它上面有没有水字旁，或者有水，比如说3点水啊，或者是像沼泽啊这种名字在上面，那个可能就会发生就是淹水还有土壤异化高风险区哦。川崎市这个哈扎东马奇怪，五藏小山明明就没有在上面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淹水淹得这么厉害哦。而且它真的很险，你看它就看那个粉是那个区域，就是淹水的区域，淹到哪里，淹多久。比如说，对，它有淹多久？淹3周、淹2周，或者淹24小时以内。可是其实一户建一旦淹水，它里面是木头。我说过，之前有一集有说过，日本的。透天厝都是木头建筑，所以它一旦淹水，整栋房子算是废掉，因为里面可能会发霉，然后木头可能会烂掉，而且会有臭味、有霉味，所以真的，一旦淹水，房子就废了。不像台湾好像还好，因为台湾毕竟是钢筋水泥嘛，就至少是把水扫出去，然后可能把它风干就好。可是日本的房子真的，特别是这种。透天厝一旦淹水，就是整栋打掉要重做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在日本如果买房子，请一定要看哈扎多马普，好吗？今天就讲到这里啦，麻烦订阅、分享，还有点赞、留言哦。那如果你想知道日本的任何事情，麻烦都给我留言。那拜拜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